今天粉丝推荐我们来到一个80年代左右修建的一个小区。据说我们这个老板，他曾经是这个附近机关单位的一个炊事员，现在他用他的房子在这个老小区里面改造了成了一个小餐馆。我们去看一下他做的菜怎么样。点个鱼香肉丝、麻婆豆腐、盐煎肉。 拌几块了以后，再点一个荷香家常鱼。我50年的。50年的啊，看不出来哦。啊，看起来好年轻。50年的。50年。啊，如果说你70多了，您70多了。啊，如果说阴的，我都是属于49年11月份的。这一把菜刀我就对它很感兴趣，你看，它是这样子焊的，焊接点，你看这个中间明显它以前不在这个刀上面，应该以前这个地方断了，断了之后焊上去的。你看它不直，你看一个弧形。 刚才廖老板说了，他跟我的年纪差不多，30多年了，呵呵，很新奇。这个，这是你们以前用的是吧？我以前用的，以前用食堂用。怕你把称要打称好重，称到。不是称打好重，你刚才我听到你说了，我这个做表示任多任一个人啊，任何事不要斤斤。不要斤斤计较啊，一斤也称不出来吧？这个。这个算盘就打造时间，一个人的考虑问题，是不要紧，算那个一个有得就有失。 刚才看了一下环境，我又画了一个图。这边是老板炒的菜的，这边是他儿子炒菜的地方，然后再往里面走，这是一个他的客厅，然后这边有2个小房间，然后这就是露台。我现在坐的位置在这个位置，大概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。看嘛，这个口才的，看嘛。 麻婆豆腐24，尝一下这个豆腐怎么样？这个豆腐很嫩，然后呢，上面这一层花椒用的是红花椒，又香又麻。而这个豆腐呢，用的是盐卤豆腐，不是石膏豆腐，传特肉。肉末用的是猪肉末。哎呦，第一个菜吃麻婆豆腐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总的来说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家常菜。 好麻呀，味道中规中矩。就这个蒜苗，按正常来说，这个蒜苗应该切到1厘米。这个上来的颜色是比较红亮的，豆瓣酱是用的不差，有麻的香味，有豆腐的香味。蒜苗呢熟了一点，太熟了香味就没有了。这道菜24块钱，从分量上来说属于中等。它这个勾芡呢，勾的稍微有一点脱芡，豆腐表面没有那层芡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冷了有可能会腥，但是它没有选择用石锅，它用的是普通的盘子，对吧？ 你要看啊，它是一个厨师，石锅你得烧吧，烧的话又增加了燃气的成本。对于他这么一个小馆子来说，我觉得，在这方面不去做考量是没有问题的。鱼香肉丝26块钱，这个味道呢，就是一个很纯正的鱼香口，咸甜酸辣葱姜蒜，突出这个味道，一个家常味。然后它这个配料，莴笋丝、沃尔丝、大葱，它撒了几颗在上面。 然后这个下面也有熟的，它很会搭配。葱就是要有生的，要有熟的，才能够突出葱的香味。然后从颜色上来看呢，它这个完全是靠豆瓣酱出来的颜色。你看，泡椒的味道稍微弱一点，但是也还好，鱼香的味道是突出来了。26块钱，这个菜从分量和这个性价比来说不贵。它这还有一个优点，肉丝是当天买，现买现切的，这个优点。然后配料的话呢，当然这个菜我们未来。 做这个也有难度的，因为这个菜真正配的是什么？配的是竹笋，是吧？以前叫玉兰片。当然有的时候他买不到这个，所以这道菜受材料的限制。盐煎肉30块，我们尝一下味道。这个是瘦肉啊，盐煎肉我记着是要用半肥瘦的肉来生煎。我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这个肉吃起来不算太嫩，有一点嚼劲在里面。 然后盐煎肉跟回锅肉其实特别像的，对吧？它用的材料都是一模一样，只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一个是熟肉下锅，另外一个是生肉下锅爆，就是一个咸鲜微辣的一个家常味，跟回锅肉的味型类似。是不是因为这个回锅肉有点麻烦做起来，所以说选择直接生爆呢？不是，盐煎肉，它是用盐煎出来的。你听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得煎，对吧？回锅肉是熬，就是小火慢慢熬。这边还有名字，回锅肉叫熬锅肉，盐煎肉是
也叫盐爆肉。所以说他们的炒法上面也有基础的区别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这个蒜苗呢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跟回锅肉的制法是一样的，不能熟，熟了之后就没有香味。蒜苗熟透了，香味要减一半。藿香家常鱼48，这个藿香家常鱼呢，是我们四川，准确来说是我们自贡比较家常的一道菜。这个鱼呢叫做活肚，就是这条鱼不能经过煎和炸，把汁打好了之后放下去烧，烧完了就把鱼捞出来，然后在这个汤汁勾个芡淋上来，最后撒上藿香。只是这个藿香它跟蒜苗完全不一样，蒜苗要半生不熟，藿香要求全生，藿香一熟了就完全没有香味。这个鱼是很新鲜的。我们点了汤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它的豆瓣酱没有剁过，这豆瓣酱没经过处理，要是经过处理一下就更好了。尝一下什么味道？你看，这个鱼活饭夹出来是成一块一块的，看到没？不新鲜的鱼一夹出来，它就是一丝一丝的。这个鱼烧的特别好，非常入味，没有腥味。还是老规矩，尝一下这个鱼脖子这一块肉，看有没有腥味。没有腥味，它没有腥味取决于这些辣椒豆瓣酱、泡椒，这个味道把它腥味压住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芡它用的淀粉应该是玉米淀粉玉米淀粉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勾出来的芡比较荤汤，但是玉米淀粉它便宜。玉米淀粉呢，我们一般是用来炸东西更多一点，勾芡还是用红薯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。拌鸡块42，这个可太有发言权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干鲁菜嘛，是吧？我先尝一下鸡怎么样？蘸点红油，先尝一下这个鸡胸肉这个菜是个老味道，因为我以前吃过我老爸拌的，他是81军工烹饪学院出来的，他拌的这个鸡跟我老爸这个味道特别像。等下问一下他是在哪里学的厨师，是跟我老爸是不是校友？这个菜呢42块钱，在这个分量里面来说，这个用到的鸡大概是8两，42的话略微贵一点点，就是一个老技术。在香味上面它欠缺一点点，就是现在我们炸辣椒油嘛，要选用子弹头、灯笼椒、小米辣，出香的、出辣的、出颜色的，配合着来把这个辣椒油做出来。它这个辣椒应该选择的比较单一。空心菜16块钱，这个空心菜就是我说的嘛，我们川菜有一个弊端，下锅生炒，出来久了之后呢，它会发黑，这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川菜炒的蔬菜，你看油都会偏重一点，它不像粤菜它是半油半水炒出来了之后呢，它还要在漏勺里面过滤一下。我们川菜就这样子出来了。这个是老板送的一个汤这个汤可能对于广东人来说不太友好，因为广东人喝汤不太喜欢上面有太多油，但恰恰这个是我们四川的一个特色，我们这个叫泡蛋汤。为什么叫泡蛋？是因为它这个蛋，它打成泡了之后下去煎了之后直接加开水煮出来，它这个蛋是浮在上面的。这汤很正规的家常味很正规的典型的家常菜的味道。我们现在总共是4个人，点了1、2、3、4、5个荤菜1个素菜老板要送了我们一个汤，当然待会儿我们这个也要买单，不接受店家的赠送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出来吃饭的，不是做别的嘛这几个菜整体当中，我最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一个味道呢，非常的家常，它好就好在食材非常新鲜，然后它这个菜烧得非常合理，味道很足，然后把腥味压得特别好。整个来说，消费来说的话，中规中矩，性价比中等。现在我们就吃饭吧，吃饭。OK， 搞定。现在我们吃完饭了，我们总共是花了214，6菜1汤，有的菜没吃完打包了。然后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现在上菜比较慢。原先他是他儿子儿媳加上他一家是4口在这里做，现在就他们老2口在这里，所以上菜的时候会慢一些。我们是第一桌，所以我们菜上的比较快，后面来的都是等了半个小时以上才开始逐渐去上菜。在性价比来说呢，人均40块钱左右，这个味道是对得起这个价格，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特别留意到这个老板我问他多大年纪，我猜他是60年代的人，但是他说他是1949年出生的人，他2口子是同年的，我看走眼了，我以为他们60多，没想到是70几。也希望呢，我作为厨师，未来
开餐厅也能干到70多岁。好了，本期探店就此结束，拜拜。前面是一个小院，有一张桌子这边，然后这边阿姨在这边切一些食材，然后这里面一个洗菜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做炖菜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做炒菜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往里面走，这边是放切配好的半成品，这边呢是一些调料辅料，还有一些木耳浸泡好的豆腐什么的，方便制作。然后再往里面走，这里肯定是一个凉菜间了，这个很简单看得出来。我还没在机。还没在机啊。然后再往这边应该是一个库房之类的。不是，是个卧室。是一个卧室啊。好，再往里面走，这里面是一个客厅，这个客厅有2、4、6张台。相当于就餐的地方。然后这边这位就是廖师傅，对，这位是廖师傅。这边是一个外面的一个院子，院子里面有2、4、6、8、9张台。